们是中国海关潞州关缉私局，我叫李卓，这2位是江东省厅经济侦察局的同事。根据新修订的海关法及刑法修正案4，针对你自1996年起，通过注册多家空壳公司申请虚报配额，从海外进口废钢至今一案，涉嫌走私。我们将依法对您进行询问调查，全程录音录像，希望您能配合。首先需要你将自1996年起所有的进出关信息，尽量详细的对我们说明。我们是1996年去的北边，一上了火车就开始下大雪，那真是叫鹅毛大雪呀！吴总，您一直都是我老大，从我入行起，您就一直照顾着我。我跟着您做生意做了这么多年，吴总说好了，带我玩，我能拿15000吨。等太阳出来的时候，那个雪地的晃眼睛，可是我看到的是满地的黄金，倒有一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感觉。我们走了2个星期，才到了那边。那年是北边那边刚刚跨完年，又赶上他们那边什么个圣什么节。这是他们这儿的待客之道，一口面包，一口盐。但我知道啊，这应该属于他们这儿招待客人最高礼节了，这得掰着吃这个。楼上的房间我也都准备好了，我在楼下给大家备好酒好菜，收拾好了咱们下来开吃。我就想着北边这个人善良热情，没想到让北边这帮人给骗了。从北边那儿把废钢材运回到国内，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不超过90美金，折合成人民币就是750元，而国内进口废钢材的价格是1300元，这里边差价太大了。除了进口配额难搞以外，只要拿到货就是稳赚了。这也不是废钢啊，这都是优质钢卷啊！现在北方这边太乱了，他们把这些都混成这个废品钢一起卖，就是咱们看好合同之后把字签了，明天这些货就能装船运走，5万吨一点差不了。我们到了钢厂后一看，都震惊了，这哪是废钢材，全是上好的钢筋。他们那儿是一个重工业国家，在这方面还是很讲究的，远远望去就是一座钢山，壮观极了。被骗了之后，我、吴建设、邱必胜、冯宇，我们4个都想回国，想回家过年。但许半夏不想，他那时候欠了一屁股的债，回来他也解决不了问题，所以他太豁得出去了。郭总，投资就算了，我不接受，就爱借款，利息照付，我扛。再后来我们4个就真的先回国了，许半夏就真的一个人留在了当地。你知道你提的条件我不会答应，至于你想要5万吨，那门儿都没有。他真的有运气啊，又遇见了那个叫妮娜的。这个妮娜带着他到了一个黑海的港口，烟雾蒙蒙之中，几辆大卡车迎面就开来了，上面拉着的都是报废的坦克。那我的意思肯定是大家有钱一起赚呀。第2批货我已经下了订单，10万吨。我希望咱们大伙儿凑一凑，争取把这批货给吃掉。那几年，他的堆场每个月都有大批量的废钢进出，钢价又一直在涨。他就是靠着这个，在我们几个里边彻底翻了身。这一切都是许半夏带着我们干的。徐总、吴总，看样子我们上次的解释都没被接受，检察院正式提告了。
偌大个世界，芸芸众生。哎，你们说，我这一个一心要退隐田园的人，怎么就还摊上这么大事儿了呢？原本指望这些事能快点过去，公司还能继续上市。哼，这下好了，上什么市？等上法庭吧。我们仔细研究了相关的法律法规，只要在座的诸位以及郭启东能够统一口径，坚决不认罪，就不能认定我们是故意走私，很有可能法院就会判我们无罪。但如果你们4个都不认罪，但郭启东认罪了，同时法院又判定我们走私罪成立，那么我们就会因为不认罪而面临更重的处罚及量刑。我也是真够倒霉透顶的。前段时间吧，一不小心摊上了个偷税漏税，现在倒好，又摊上了个走私。我这大半辈子呀，小心翼翼，精打细算，你说怎么就落得这么个下场？这么个下场怪谁呀？哼，还不得感谢你那个一手提拔出来的好心腹啊！从他贪你钱开始，我就说他人品有问题，你还总勾搭他干嘛？要我说，当年就不该带他出国。这事儿还怪我了？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我也得说两句。我是不是苦口婆心的劝你们能够接纳阿东？你们不听啊！我说过，他是个人才，他有理想，他有抱负。人家在监狱里边还在看书、读报、看新闻联播，人家还给钢厂做了规划。你们就是不信呢，死活不带人家玩，而且还要把人家从车上踹下去，那你赖谁呀？现在出事了吧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替他解释，给他说好话。行了，别争了。其实我今天是约了郭启东的，但是到现在他都没来，估计他是不会来了。喂，还没睡呢？是不是想我了？你在外面待久了都变贫了。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，就告诉我，坏事更要跟我说，千万别憋在心里头啊。嗯，我怀疑你在偷偷监视我。什么时候开庭？
你们箱子都数清楚，别弄错了啊！好的，赵总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您好，欢迎光临。徐总好。徐总好。你是要回来办公啊？中国进入 WTO 之后，有不少外资企业涌入，这些外企竞争也很激烈。我们公司也是未雨绸缪，正在转型成为一家为中国出口做服务的公司。目前吸纳了国内资金，正式成为一家中外合资龙头公司，所以我的工作量也就翻倍了。所以你就从上海搬回一间移动办公室？我就是想能踏踏实实的陪着你。赵总在给人惊喜这件事情上，从不会让人失望。邱总，咱俩喝不了这么多。再说，你也喝不了酒。咱俩之间的情谊，甚至是过节，在我心里已经过去了。我不恨你了，真的。邱总，有什么话您直说。阿总，你今天能来，说明我们情谊还在。这第一杯酒，我郑重地向你道歉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可能不会进去。这些年你在里边日子不好过，对不起，千万千万别记恨我，千万呀！这第二杯酒，茫茫宇宙，一个小小的星球，在这小小的星球上，茫茫人海，两个人只要能相互看一眼，这都是缘分，是天大的缘分呐！更何况无间社，你我，徐半夏。风雨，我们相知、相遇、相交。这第二杯，我敬缘分。这第三杯，我敬你。我希望你能不计前嫌。大家一条心，闯过走私案这一关。公司现在要上市，如果走私案做实，不光是上不了市，大家都得倾家荡产。请你。
给哥哥面子，就算哥求你了，只要你答应不认罪，跟大家保持一致，口径统一，我们就没有犯罪的故意，否则就全完了。阿东，如果你答应我去找许半夏，我去跟他说，你阿东所有失去的，我全还原。喂，我们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邱立正在抢救室，我已经离开医院了。这人有病。嫂子，徐总怎么样了？不知道，这里都紧张。大夫，谁是病人家属？我是他爱人。根据病人的情况，现在有2种选择：一种是开颅，把血块抽走，但可能会丧失语言功能，还有可能会半身不遂；一种是保守治疗，血块可能会被吸收，但也有可能会复发。一旦复发，再开颅就来不及了，人就没了。所以得尽快做决定。那大夫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这个要家属自己做决定。徐总，徐总，你帮我拿个主意吧。我现在六神无主的我。嫂子，我知道做这个决定挺艰难的，但是，医生说了，您是家属，这事儿还是得您做决定。是啊，咱们得抓紧时间了。大夫，拜托你开路吧。好，麻烦您签个字。你一定要全力以赴啊！您放心吧。徐总，很快就要进行下一次的开庭了。根据裘总目前的情况，他肯定没法出庭了，所以我们要尽快的确定他的委托人是谁。
副总。徐总，有事吗？邱总下半辈子可能都要躺在病床上。本来偷税漏税也够他受的，现在弄个监外执行，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。监狱的时候，我认识一狱友，见识广泛，经常给我们讲佛学、心经、金刚经。有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：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给我转告邱必正，对他肯定也会有帮助。当年，五建设、许半夏、裘必正、冯玉、郭启东5人去北边和黑海进口钢材。五建设和冯玉手里面没有配额许可证，他们的配额是找了许多小公司凑出来。后来，许半夏也注册了一堆子公司来申请配额，替五建设等人进口原材料，甚至许半夏还曾私下掏钱购买过其他公司的配额。被告人五建设、冯玉、郭启东、裘必正、许半夏，公诉人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？属实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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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，我们认为，被告人许半夏、五建设、裘必正、冯玉、郭启东，从1996年冬天开始，利用国家配额，以及利用当时海外钢铁价格与国内的差价，大规模进口废钢，并且转手贩卖，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规定，符合刑法规定的走私的构成要件。我的当事人没有进口过1公斤没有经过国家配额的钢铁，这根本不能算是走私。至于转卖，当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规定不允许转卖。虽然之后重新修订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4》，但依着法无禁止则可行的原则，这也算不上是走私啊。每个公司确实都有进口的配额标准，但是现在许半夏公司名下仍然注册有大量的子公司，通过子公司来索取更多的国家配额，然后倒卖保税优质废钢。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4施行之后，当事人许半夏进口的钢铁数量远远没有达到涉嫌走私的数量和程度，所以根本不存在倒卖保税优质废钢的问题。从1996年开始到现在6年的时间，你是否一直通过注册多家子公司的方式来骗取和贩卖国家配额？我反对。沈本长，公诉人用了骗取这个词，这样的提问方式具有诱导性。被告人对于公诉人的问题可以不予回答，请公诉人继续提问。许半夏，根据海关走私侦查局对你的笔录，我们发现，在新实行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4施行以后，你的公司依然在海外进口废钢，所以你和你的公司是有意从事走私活动，是不是？我反对。沈本长，公诉人用了自我肯定的方式，用了有意这样的词，这样的提问具有诱导性。被告人对于公诉人的问题可以不予回答。我可以回答公诉人的问题。我们从未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有意走私1公斤钢铁。尊敬的审判长，各位审判员，我认罪。我也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：我们确实存在走私行为，我们确实有意利用国家配额，利用当时海外的钢铁与我国的巨大差价，大规模进口钢铁，并转手贩卖。我相信法律会做出公正的裁决。根据公诉方和被告方、辩护方的陈述和辩论，第一次开庭仍有许多事实需要明确查明。现在闭庭，择日再开庭继续审理。
这里刚结束了最近大家一直关注的宇宙钢铁厂走私案的第一次庭审。庭审现场，公诉人与被告方辩护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这世事无常啊！你说我这怎么一夜之间我就从一闲云野鹤变成案件主犯了呢？现在的情形不容乐观，依我看，起码有一半的概率这官司会输。诸位，为什么呀？你们真的觉得自己没犯罪吗？至少我不是这么认为的。徐总，检察院说找你。检察院？喂？不哭了好不好？不哭了。我看看这是谁啊？爸爸妈妈对不对？哦，不哭了。别哭了，烦死了！哭也哭不好。青爷，问了一圈没人知道呢。谁跟赵磊那边？我还没消息。哎呦，哭不哭？哦，乖，你别着急啊，妈肯定没事啊。我能不着急吗？我妈都被抓走了。哎呦，好，我明天给老大就打个电话问问啊。哦，乖，哦，不哭。哦，不哭，乖。徐半夏，我们今天找你来，是因为证监会在审核你们公司的上市资料时，有人实名举报你侵占国有资产。我们初步查明，你公司用于上市的资产中，包括了当年你从五建设手里购买的沈二钢部分资产。同时，在经营沈二钢的过程中，你和五建设并未履行职责，管理缺失，更擅自以转卖、拆除、废弃等不合理的方式对生产设备进行处置。此行为涉嫌违规处置国有资产。审理要改革，要把沈二钢承包出去。5000万，成交。你把我的厂子接了吧。我会把这个新的钢厂、宇宙钢厂还有您的建设钢厂合并。您那个钢厂该拆的拆，该卖的卖，该留的留。不行，许半夏，这可是沈二钢，就算改名了，他也是国营厂的老底子。就这么处理，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了。情况怎么样？我现在知道高一静为什么会被带走了。当初武建胜承包沈钢厂，和后来转包给许半夏的事儿，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。我对组织不会有丝毫的隐瞒，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也绝不逃避。这是政府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承包钢厂，这是我们建国以来的第一次。但是我也必须要向组织上表明我的想法和诉求。不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不会认。我相信组织会查明事实的真相。当年承包钢厂是政府尝试性的改革方案，并没有清晰的表明产权所有，是后来新修订的法律才规定产权仍归国家所有。这些那时候并不知道是吧？那当然了，绝非有意侵吞国家财产，谁敢给自己惹这么大麻烦？如果把
五建设承包的费用换算到今天的话，这将是笔巨款。那么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成立的话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其实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高跃进高会长，他被停职了，要随时接受约谈和调查。上面说要等一切成案落定之后，再决定他的去留。当年国企改革的轰轰烈烈，确实有一部分人借机钻空子，把公有财产揣进了自己的腰包，变成了被人民血汗钱喂肥了的臭虫。但也不是人人都是臭虫，还是有像高会长这样的好领导、好干部，不行私舞弊，不以权谋私，不贪污受贿。不管他是把钢厂承包给你，还是后来由他主张转包给我，据我所知，他没有收过您1分钱，我也没给过他钱，他完全就是按照当时的改革政策来盘活钢厂，也为了那些把大半辈子都奉献给钢厂的工人能有饭吃。高会长是个好人。那谁是坏人呢？我吗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小徐啊，我活了半辈子了，能够让我佩服的女人不多，你是一个，啊，高会长也是一个。真是想回到当初啊！要是能够回到当初，我不会在我的钢厂最不景气的时候变卖设备自救，也不会把它转包给你。现在倒好，很可能就成了我侵吞国有资产的罪证了。自从我把建设钢厂并入了你的宇宙钢厂，咱俩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谁都跑不了了。吴总，当时您承包12钢的时候，到底拥没拥有产权啊？后来从你的钢厂并入到我的钢厂，这产权有没有发生变化？产权的定义是什么？我们还是要弄清楚。高跃进，当初你、许半夏、五建设，是不是有意侵吞国有资产？省纪委同志和我的约谈记录，相信你们都看过了。我还是要重申我的观点：我、许半夏、吴建设，绝不是有意侵吞国有资产。当时国家甩掉包袱，承包重工业厂的时候，还属于一个实验阶段，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。省钢厂的产权究竟体现在何方，这是一个值得认定的问题。产权首先体现在钢厂设备的所有权上。如果这样，那许半夏和五建设对机器的改造可以被认定为侵吞，但事实上他们一直在交承包费，他们有权处置他们的机器。如果说国家的产权体现在钢厂的名声和国企的资源配置上，那么许半夏他用来上市的是他的宇宙钢铁有限公司，而不是省钢厂。所以侵吞二字从何而来？这又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。侵吞国有资产案一审结束了，走私案2审快开庭了。如果说走私案还有争取软性处理的机会，那么侵吞国有资产案
一旦被认定，因为数额巨大，很有可能连证据软性处理的机会都没有。所以大家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不用想了，没用，郭启东那没戏了啊。没想到你会来。你为什么认罪？我认罪不为了报复你们任何一个人，我就是想睡个安稳觉。你这觉能睡得安稳？我自问，从裘必正让我替他查账本那会儿起，我确实对你没有怀过任何善意。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恩怨怎么才能化解，但我会尽力的。咱们当时并没有违反任何的规定，我们奔波了大半辈子。难道最终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？这不是事实。有没有罪，交给法院去裁决吧。郭启东，你就是想这样毁掉我们吗？你毁掉我们，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吗？这不就是毁了你自己吗？我还有什么好可以被毁的吗？良心，良心也是可以被毁的。裘必正现在就在医院躺着呢，你有去看过他一次？你难道就想这样一辈子这么无力面对他？我想双双了。妈，我都已经忘记抱你的滋味了。妈妈没事哦，放心吧。双双呢？啊，妈，你慢点。双双，王琦，哎，双双，哦，师傅饿了，快！哎，妈回来了！不，宝贝，快，师傅饿了。哎，你让妈先坐，歇会儿，我做点吃的，好。来出来，宝宝。妈，你坐，妈，宝宝。哦，宝贝，双双。胜利钢厂对我们的起诉出了什么情况？他们公司的原材料一直都是我们帮忙进口的，他们现在拿不到原材料，所以就积压了。华律师，
这前朗公司联合其他公司对我们的起诉书，这又是什么情况？哦，我们跟他们公司都已经断供很久了，这催缴文书都收到好几次了。乔总，这是各地供货商所要签款的传真文件，还有银行追缴利息和要求还款的文件，需要您签字。高会长。高会长，你还好吗？大台风要来了，看，这都是他的前兆。我最近在家里带孙子，洗尿布、泡奶、做饭，还要时不时的配合约谈调查。我忽然一时间觉得自己老了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。你还年轻，拍马屁你可不擅长。约谈之前，那些年轻人夸我，你看起来真年轻啊，像30多岁。其实老不老自己不知道吗？头发白了，眼睛花了，皮肤松了，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，他们表面上夸我，其实呢，背地里都在说，这个老东西怎么还不退休？赶紧让位子给我们呀！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那是自然。但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，我就在那想，其实他们说的也对。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更新换代、新陈代谢嘛。我们会老的，会死的。正因为如此，能够换来年轻人健康的成长，换来这个国家更好的发展，都是值得的。我觉得我要让您失望了。我现在就像一棵盐碱地上的茅草，悄悄地生，悄悄地长，已经悄悄地枯萎了。我理解你的心情。总司被判定失职成立，侵吞国有资产案前景也不乐观，当场停产，资金短缺，所有这些你将面临清算、破产，换着谁都扛不住，更何况是你，你还是个小姑娘。半夏，我在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郭沫若的诗集《女神》，其中有一首叫《凤凰涅槃》。我希望你能够扛下去，坚持下去，你就能涅槃重生。听说了吗？这次台风就叫凤凰。凤凰涅槃。
2个案子压在身上，睡不着啊？侵吞国有资产案比走私案的争议性更强、更大。翻阅和核对每一份合同，还有每一项数字。这个案子2、3年之内看不到曙光。现在看这个干嘛？这对别人来说是一堆冷冰冰的数字和废纸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每一笔生意、每一份合同、每一张照片，都充满了太多的情感记忆。等这些事儿过去再看吧。你现在看，只能是给你增加烦恼；等以后看，会给你带来欢乐。我现在看这些照片，反倒是能让我冷静下来，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前半生，审视一下自己做过的事儿。我从一无所有中来，到今天这一步，欠了那么多的人情债，还有那么多是非不明的恩怨。要是能全部清零，后面的人生我倒是可以重新考虑。你看，这是我们淘到第1桶金的照片。从淘到第1桶金到公司和个人到达一个顶峰，一次次野蛮的生长，这些瞬间都在这些照片里。陈宇宙，心术真好，自己一拍屁股走了，留下一摊子事儿，让我怎么办呢？我哪会处理啊？你说你要在吧，咱俩还能商量着来。你倒好，自己躲清闲去了。想你了，兄弟。老大前2天还跟我念叨，说你走之前跟他说，你走得早是因为报应。我之前还不信，哪儿他妈有报应？但是你走了，老大现在又摊上那么多官司，我们的钢厂也停产好几个月了，工资都发不出来，马上就得面临破产。我也有点行了，不会真有报应吧？但不管怎么样，你要能听得见，也是给老大托个梦，你跟他说，别怕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跟他说，他能听。信爷，
公司的现有资金还有多少？你统算出来告诉我。知道了。小张在。你通知公司所有在岗的中层干部，下午2点来开会。知道了，徐总。徐总，工人们有的走有的留，还有的人急三火四的正往这儿赶呢，想找你当面理论。行，你们俩陪我去。我劝你还是别去了，现在大家都有怨气，你去了能说什么呢？还是我去吧。毕竟他们不是什么坏人，但是都在气。哎，这是徐总的车，徐总来了！徐总来了！徐总！快点！徐总！徐总！都没徐总来，徐总来了！过来问问。徐总，徐总，哎。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滨海啊？我在滨海那边也要组建自己新的钢厂，非常需要你们这样的技术骨干。我知道大家都是故土难离，但是树挪死，人挪活，咱们一起开始新的生活。你们呢，至少有个出路呀。你这钢厂能不能建成，现在还不知道。你说万一我们去了，你一句话说做不成了，打发我们回来了，到时候这儿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你让我们怎么办？只要你们到了地方，我们就立马签劳动合同。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，我都会帮你们安排好。我代表我们全家，正式向你表态，我们跟你走。停工这段时间，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很多抱怨。我心里也很惦记大家。这段时间，我也在想，我很想像上次在东北一样，很快就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。可是我低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，是我对不住大伙儿。我在这里真诚地跟大家说一句，对不起。我真的没有办法了，所以，我不得不跟大家解除劳动关系。但是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补偿你们的。让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，就给了这么一个答复。你是卸磨杀驴，当初我就不应该来。你这不是骗人吗？骗子！大家伙儿也别着急，这补偿方案呢马上就出来。咱们回家等，啊，咱们回家再商量商量。要么这样，大家还有什么要求，都提出来，我们要是能做到，尽量给大家满足，行吗？来，让一下，大家让一下。贾叔。孙阿姨，徐总，你不要着急，也不要上火，大家也不要太着急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你看，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能看见前面的好日子，咱们大家还要一块儿往前奔呢。对，人在青山在。
徐总啊，我今天包了饺子，我知道你忙，我给你盛了一碗，你带回去吃啊。谢谢孙阿姨。不用谢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当初徐总把咱们从东北带到了这儿，是不是帮了大家呀？可现在你看出现这种局面，徐总自己也没想到。要说困难啊，他比咱更难，咱别逼他了，难为他也没有用啊，难不出一个方法来，咱们自己想办法吧，好不好？不是还能住2个月吗？也许会有什么新的转机啊！大家都先散了吧，啊！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？咱们有自己的堆场，有自己的码头，也有自己的废钢渠道。如果咱们拥有自己的钢厂，以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炼钢。3年以后，不仅我们的堆场、码头，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。你们每个人，不管来公司的时间的长短，都尽心尽力、尽职尽责，陪伴着公司的成长，也陪伴着我的成长。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，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你们没有一个人选择辞职离开。我真心的感谢你们。但是现在，我要宣布一个痛苦的决定：遣散公司所有员工，大家另谋高就。如果有一天公司重新回归正轨，你们还愿意回来，我随时欢迎。对不起。今天最后一天上班，大家可以提前下班了。新野，你把我的房子和车都处理了吧？还有账户上的存款，分成3份，1份给小陈爸妈，1份留在我的账户上作为我的生活开销，还有1份加上我在你们公司的股队分红，继续补偿因为贪图污染而受损害的家庭。真的想好了吗？我已经想好了，公司账户上的钱分给公司的员工和钢厂的工人，每个人多发2个月的工资，工人的房租交到年底，剩下的供货商的欠款先还一部分，还有银行的贷款利息。然后申请破产。
辛苦了。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，10几年了，没怎么变。那烧烤摊之前在那儿，那旁边有一个200多斤的胖大哥，每天骑3轮车卖卤味儿，下午5点准时出摊，你记得吧？记得，以前我跟小陈去吃过。我记得小陈是爱吃卤鸭舌，你爱吃鸡大腿。他们家那鸡腿我也没少偷。你小时候干过这么多的好干事儿？我以为人家不知道，后来发现啊，人家都知道，就是不说而已。出来之后，就再也没见过他了。后来一打听，说是熬卤味的时候突发脑溢血，人就没了。还好走的时候没什么痛苦，挺好。哎，那个店门口以前有一个老婆婆推着车卖甜粥，我带你跟小陈去喝过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其实小陈不爱喝甜粥，他喜欢皮蛋瘦肉粥。但是这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甜粥。不过前几天那个婆婆也去世了。唉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条街变了，再也找不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。有生就有死，活着挺难的，但是活着挺好。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。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你问我何时会故里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是在快点，你站着干嘛呢？哎，你们几个快点，我全都湿了。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。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。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你问我何时会故里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
大约会是在冬季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。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。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你起来了，那餐桌上有蜂蜜水，解酒的。你不是说你不做饭吗？嘿嘿，我这不是也得学点新技能吗？煎蛋啊？这也是厨艺，好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什么上市啊、钢厂啊，都不重要，你开心最重要。对了，你爸昨天非常正式的跟我联系了一下。他跟你说什么？希望咱俩赶紧要孩子，他怕你年龄大了会有危险。那你怎么想啊？我觉得说的对啊，所以从今天起啊，一滴酒都不许喝了。这宽姐也真是的，死犟，认个罪怎么了啊？又不能掉块肉。现在倒好，眼看着什么都没了，看他以后怎么办？你说他这劲儿像谁啊？要我说，就像你，犟得要死。你干嘛去？送点东西。我看我。没什么呀，这就是一个药。松手！干嘛？我让你松手！干嘛呀？没东西，我真没什么。哎，你松手！哎、你让人看见了，哎，拿过来你。你可真行啊！这是我看见了啊，我要没看见呢，拿走了是吧？生都不吭一声就拿走了是吧？困难需要钱，我给他送过去。主任，我和倩倩不是你的家人，你就有那么一个女儿是不是？倩倩那么小，你不管她了是不是？倩倩是小，我管她，这些钱本来就是她给的，咱没花1分钱，不也就过来了吗？你别把我说的见死不救似的。她款姐要是真有一天让我要饭要到我门上，我收留她。她现在呢，她有家，她有老公，她有车，她要你管吗？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，他比你强100倍。话不是那么讲的。心里只有你大女儿，你有我们吗？哎呀，别介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孩子从小就犟，他从小就没人照顾，我也没管过他，他现在遇到那么大的问题，他开不了口啊。秀人，我不是为了我啊，我是为了倩倩，我为了我们的女儿。我知道。你知道吗？我是个当爹的，这时候我不帮他，我心里面能过去吗？我不管，给我吧！我不管，我不管！秀人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要是真走了，我就跟你离婚。秀人，我昨天就回来再说。来！要你的违约金，你就要刚才。你要是不能按期开工，我对客户的违约金谁来补偿？你这身上那么多官司，欠我的钱到底能不能还上？利息我不要了，你能先把我的本金还上就好。你们干嘛呢？你要是还不了，让开！那你公司的大楼让开也行啊。你干什么呢？徐总，我们公司急得没有钱，我们可耗不起啊！您能不能把20万提前跟我付了呀？哎，徐总，别走好吗？徐总，爸，看您这么窝囊，我还真想过，
要不要再换一个疤。但每到这时候，我都会安慰自己：衣裳破了可以换，但疤不能换呀。没办法，我就摊上这么一个疤。再不亲，也是疤。没有您，就没有我。以前您在我眼里确实是一个混蛋，但今天您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英雄。孩子，其实自打你出生那天开始，我就一直想着做一个好爸爸。存折您收着。哎，这是你的钱，你都拿着。钱给您的就是您的，听我的，别跟我争，收好。那行，你就在这停吧，我走2步回去啊。慢点开啊。爸，你别再催你女婿了，他又不生孩子。我是觉得你这个年龄吧，应该有个孩子了，是吧？我再想想吧。哎，这是去火的药啊，我给你放在这儿。你现在也忙，事儿多，有空的时候回来看看。嗯。真的长大，只要心中充满爱，就会被关怀。无法埋怨谁，一切只能靠自己。虽然你要讲，什么也不缺，为何看不见你露出笑脸？人人都说没有爱，整天不回家。相同的年纪，不同的心理，让我家里边你不用管啊。倩倩他妈那时候就是再哭再闹，天翻地覆了，我一个人来承担，大不了吵起来，他把我赶出来。手上有点钱，踏踏实实过安稳的日子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图大？为什么非要野心这么高呢？王全知道你说的是，他要是敢过来，我今天就跟他拼命。要是做生意那点心思都使家里人身上了，是不是每个月给我们全街的肉头，想一次性要回去？我们俩的父母之情是血浓于水的，远不是这些个俗气的金钱它能够代替的。我是你亲爹，我不是你后爹。哎呀，你能不能换换样啊？那女的走远了。哎，老大，来了。老大，行，等会儿，看，行了，下一步怎么没完没了的？一只好使的手还肿吧？咱把这脚得洗了啊！好，来，慢点啊！来，蹲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天哪，真够没心没肺的，还长分量呢。来，掉个头，哎，来放那边啊！一到洗洗涮涮的时候，他可高兴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哟呵，来的真是时候。我来看看。刚才我怎么说来着？啊？早知道给他洗澡啊！洗澡也来得及啊！现在洗，脱了现在洗。来，你。哎，那你们先洗，我先出去。不用，跟你开玩笑呢。好吧，哎，别了，没那么热。你看，不热吧？哎呀，这脚这股味儿，一股牛棚味儿。嘿，老大，你一提牛棚这事儿啊，我突然间想起来了，那年怎么就给你关牛棚里头去了？问你的，
我还惦着曾云鹏出来，他能给我洗回脚，没良心的东西。我问你，这辈子谁对你最好？没有啊？嘿，你有没有良心呢你？啊？啊，我对啊，这我这脚洗的就直了。就他对你好啊？哦，我也对你好啊！哎呦，你看脑子还不算糊涂。行，哎，小徐，帮个忙，把那个脚布给我。哎，我再问问你啊，这世界上你最恨谁？恨谁啊？你看，你真是有良心，谁都不恨是吧？是谁都不恨吗？还是说把那个恨的事儿都已经忘了啊？行，老东西，哎呦，没有恨了，你还能多活些日子。小雪，你知道这老东西这辈子最在乎什么吗？什么？自己说。说不了。自己说。最在乎什么？哎，什么？哎，我替你说吧，一个字儿，钱。哎呦，咧这个大嘴乐，提这个笑的是最好看。这回倒闭了，咱得赔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对吧？要写字啊？要写呀？有，我给你拿，我给你拿啊！哎呦，这给你厉害了，现在还会算数了呢。你写我看看。哎，什么哎？别费劲了，你不用算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咱们这老哥几个一分不剩了。哎，老大，你别说，你这么一整啊，我突然间想到，咱们那会儿出国金刚的时候，还是觉得那时候的时光啊，真的好。哎。一说去北边，我还真怪对不住大伙的，有点太不稳重，听了个信儿，带着大伙就去了。哎呀，遭了多少罪就不说了，最后还把人小徐给扔了，真够不仗义的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如果现在是郭启东在这儿，你们说说，他还能跟咱四个挤一个车上吗？另一半是眼前的短暂，背后的永远。从璀璨到5件事，你我许半夏、风雨，我们相知、相遇、相交，这都是缘分，是天大的缘分啊！公司赚了不老少钱，我的生意里边有你一份，都替你攒着呢。你一出来，我全给你。这个钱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。裘玉堂现在就在医院躺着呢，你难道就想这样一辈子这么无知面对他？你良心也是可以被毁的。还有多少人祈祷遇见，在城市的上空浮现。哟，这是啊，别的，听话，这玩意儿。哎呦，怎么还抹眼泪了呢？病人脆弱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没事，不放心，哎呦，那咱不跟他一块儿去啊。哎呀，好好养着，啊，老兄弟，养好了，我把地方都给你想好了。你就去老冯那儿，哎，颐养天年，到时候啊，收小许年轻，让他给咱们养老送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真是高兴了。以后就别再惦着钱了，往远看，啊，多少钱是够啊？傻兄弟啊，躺到床上全是零。还有多少人祈祷遇见，在城市的上空浮现。
都只是人生的一半，另一半是眼前的短暂，背后的永远。从璀璨到黯淡，都只是时间的一段。余生是有限的起点，无限的循环。再深情的遗憾，都只是人生的一半，另一半是眼前的短暂，背后的永远。余生是有限的起点，无限的循环。多亏您的投资，我跟杰克才能创立这个互联网销售平台，把进口和出口形成一条龙服务。这几年国内很多互联网公司纷纷上市，直接把美国股市抬上了新高。这边是办公区域，那边是会客区。行啊，小苏，没想到你把这个互联网做得这么大。这都是您创立的，没有您就没有这一切。我今天还有份礼物要给您。林大姐，哎，我让您准备的。哦，不客气。徐总，这是公司一直以来的盈利收入，您看看。2000万，还不少啊。小苏，哎，这个钱你拿回去吧。为什么？把它继续投入到公司经营。我重新给你们拟定一份股份制合同，我占40%，你们占60%。徐总，这拿着。徐总，公司成立到现在为止，所有钱都是您出的。您现在这个决定是要把公司多余的话不用说了，我已经决定好了。回头会让律师找你们重新谈。徐总，小苏，现在时代变了，你们就是未来的希望，希望在任何时候都值得被呵护。我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次决定，我为这个决定感到骄傲。被告人郭启东，你对公诉人陈述的你的犯罪事实提出了发表补充意见的要求。现在法庭允许你发言。被告人郭启东，尊敬的审判长，各位审判员，我有异议，我收回我之前的认罪决定。尊敬的审判长，由于我和许半夏、裘必正等人的私人恩怨，所以我有意报复，承认了并不存在的犯罪事实，请审判长和各位审判员原谅，我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根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，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。被告人许半夏、武建设、冯玉、裘必正、郭启东，你们还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？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感谢法庭给予我们最后陈述的机会。现在由我代表5名被告人来发表最后的陈述。1996年的冬天，我们5个人登上了去北边的火车。出发之前，
我们先详细的了解了当时的各种相关政策、法律法规和办事流程，然后从进口吨位、运输周期、资金需求、银行规定，甚至货到以后的市场价格都调查得一清二楚。我们做钢铁生意，都是想开拓新的道路，寻求新的方法。我们认为这是能对整个钢铁行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。我们走的每一步，也都是在遵守当时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去经营公司的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，尤其是加入 WTO 之后，各项法律法规都在不断的完善和规范。我们也过了那个摸索过河的时期，但是我们这一代大部分的商人都是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。我们可以被审判，但不可以被误判。我们恳请在对我们审判和清算的同时，也能给予我们回望过去的机会，反思做过的事，让我们清楚地认知到哪些是对的，哪些是错的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弥补过去的错误与不足，能清楚地知道自己从何处来，将会去向何处。我们愿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一份子，也希望能够给予我们一个弥补错误的机会。我们相信法庭会给予我们公平公正的审判。经审理查明，被告人许半夏、武建设、裘必正、冯玉、郭启东的走私事实认定，但是基于部分所发生行为是发生在新修订的反走私法颁布之前，因此不计入犯罪事实。同时，对于被告人在新修订的反走私法颁布之后的走私行为，因被告人无主观意愿犯罪，对被告人处以罚款600万元。无人相伴，除了哀怨和无助。人生是聚散，倔强但沮丧。浮沉起落，激昂般无常，顿挫般咿呀，磅礴般忧伤，浓烈柔弱，绯红般昏黄。天涯在身边，疼痛般香甜，无言疯癫，牺牲般亏欠，无言疯癫，牺牲般亏欠。徐总，经查，沈二刚在拍卖时是有着不得随意损毁和变卖设备的条款。在吴总和您的钢厂合并时，如果您对这些条款是知情的，那就必须做好公司被清算和破产的准备。最好的结果也是被缴巨额罚款。如果您不知情，那么您就得说服吴总，让他承担相应的欺诈责任。目前就只有这2种可能性，您必须选一种。徐总，您不能选择第一种方案，成功必定会有牺牲的，这样公司也能全盘接活。
律师怎么说？律师说，如果官司没完没了的打下去，风险会越来越大，这样耗下去对大家都没好处，所以给了我2个选项：一是选择认罪，争取良好的认罪态度，以高额罚款结束，这样公司可以继续回归正轨，继续启动上市计划。二是牺牲五建设，让他扛下侵吞国有资产的所有罪名，这样你就可以免除罪责。吴总，你知道当年苏联人为了保卫斯大林格勒，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？11个集团军，120个师啊，在严寒之下苦苦坚守了7个月，最后损失了200万人，终于把德国人挡在了门外，赢下了卫国战争的胜利，就成了2战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了。吴总，我的意思是，任何的胜利都要有牺牲作为代价。吴总，如果徐总代表公司认了这个罪，那公司的未来就会很艰难。再说，在钢厂合并的时候，您也是有所隐瞒的吧？其实归根结底，您这罪不是替徐半夏认的，您是为了公司认的呀，您是为了自己认的。您看，您在公司占25%的股份，公司活了，再加上一上市，您的股份还在啊，钱生钱啊。相反，这公司完了，您这就是叫花子搬家，一无所有了。吴总，您如果还有什么条件，您就提，徐总一定会答应的。是徐半夏让你来的？这是我自己的意思，我也是为了公司着想。哎呦，吴总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竟然教我怎么做事！今天别说是你，就是徐半夏来了，我照样不客气。滚！吴总，你再考虑一下，我们真的是滚！滚！我记得是1998年，财政部对100家重点国有企业1997到1998年的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抽查，结果是80%的企业存在资产不实和虚列利润的情况，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现实。去年，在最难的时候，有50%以上的企业都经历了资金短缺、销售不畅的情况，能够坚持下来、能够活下来的都不容易啊。我们的国有企业需要以财务报表作假的方式来掩盖现实的窘境。为了实现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，国家推进了投资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举措，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拓宽了空间。接下来，省里要改革，要把沈二钢承包出去。这一次是公开竞标，机会人人平等。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晰，引导民营企业加强内部管理，规范治理结构，加快技术创新，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方向迈进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每个人都感到改革向深度推进的艰巨，同时又对这场变革充满了亢奋与迷茫，模糊又矛盾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
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，就没有想过咱们从一个卖废钢的变成炼钢的？我觉得，这就是个机会。沈二钢的拍卖势在必行，这是咱们国家体制改革标志性的事情。你可以找人合作嘛，啊？咱们大家再合作一把，把沈二钢拿下，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。钢厂这事儿还真不是钱多钱少怎么分配。如果你们觉得只要有钱，这钢厂就能办的，这事儿，我觉得是大家想简单了。当时我们的部分企业产品陈旧，人浮于事，包袱沉重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寻求多样化的发展是必然。沈二钢是这样，很多像沈二钢这样的企业都是这样。早改早主动，晚改就被动，不改没有出路。吴总，这问题的确很多。哎呀，挺好个厂子，关键是管理的问题。这是企业，钢厂是企业，企业就得经营，经营你懂吗？哎，你办过企业吗？我还是劝你跟武建设他们合作，你们强强联手，把沈二钢办好。这不是一个更实际的事情吗？但是由于还没有形成全国性法制化改革方案，于是就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。这些手法没有统一的法制依据，也没有统一的监管措施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难免会犯错，难免会出现问题。但是好在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，这才有了现在国民经济快速的发展。如今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，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，也为年轻人留下了前车之鉴。我们没有及时改正的错误，他们会不断的弥补修正，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，让我们的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，这是他们的责任与担当。就像今天你们调查我，理清事实的真相，这是你们的责任与担当。我也一样。如果说因为我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，那责任在我，这是我的担当。人呐，躺下的想起来，站着的又不想躺下，窝窝囊囊一辈子，还不如就轰轰烈烈一下子。你自己都忘了吧？为了我们，一小子一口气儿喝了那么多白酒，太难忍了。可是现在呀，面临的问题是，抗争还是妥协？二哥，二哥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啊！你现在也出不了什么主意了。抗争呢，它就是耗着，可是咱们的钢厂耗得起吗？要是妥协呢，就是认罪，认了罪就能轻判。可是谁去认这个罪呢？
徐总，能告诉我您最后的决定吗？我马上要做应对方案了。最近我看了一些法律的书，也研究了国企改制的很多案例。我跟吴总的钢厂合并时，确实不知道钢厂的设备不能随意损毁和变卖，我还是觉得我没有罪。所以我的原则不会变，我不选择认罪。至于你们提出的第二个方案，我开不了这个口。我认识吴总之前，就是一个收废钢的，没有他，我不会有今天。我可以说是踩着他的脚印走到现在的，虽说，我如今已经超越了他，走在了他的前面。难道这就能让我丢下他吗？没有人可以永远一辈子走在别人的前面，总会有被甩下的时候。徐总，我了解您的为人了，我也知道这样做很不仗义。你也不止一次说过，这个公司不是您一个人的，是大家的心血。但在商言商啊，您还是要考虑一下公司长远的发展，毕竟还有那么多公司的支援，钢厂工人的饭碗呢。吴老大牺牲了自己，保全了整个公司，不敢说是流芳百世，那至少所有人都会感激他，他最终也会理解您的。我和吴总、裘总，我们几个人争抢了这么多年，我们得到了很多，但失去的更多。我们几个互相算计，互相出卖，为了做点生意，撞得头破血流，最终什么也没捞着。现在想想，我挺怀念我们一起拼命生存的样子。他们还是挺可爱的一群人。虽说商人重利轻别离，但我不想做一个在商言商的商人，我还是选择做一个重情义的商人。我要对得起5建设，要对得起自己。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。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你问我何时归故里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，漫漫长夜。来，准备好了啊！我喊1、2、3，你们喊茄子。哎，1、2、3，茄子。好嘞。好，谢谢啊！中文说太好了，你哪儿人啊？我东北那嘎达呀。那嘎达的，哎呀，太好了说的。拜拜。来，小姐，我给你送上去。我必须什么了？海霞。你知道吗？未来你会办一个大公司，还要上市吗？真的假的？你知道未来你还会因为走私罪被起诉吗？大哥，你别吓唬我啊！北边那儿虽然好，遍地是黄金，我建议你还是别去了。
放心，如果出了事儿，我会自己扛着。再说了，您是我们大哥，有您在，我们踏实。您一定会管我们的。老婆，请原谅我做了这样的决定。这些日子里，其实我一直都睡不着，也睡不稳。想来想去，这个决定对得起任何人，却唯独最对不起你。过去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忙着在外打拼，我们常年分隔两地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这个家恐怕早已散了。现在到了该享福的时候，我却还是不能陪着你，陪着孩子们。我五建社做了其他人半辈子的老大哥，却是如此愧对于你，愧对于孩子们。我知道这个决定或许你们无法理解，但我希望我五建社以后还是那个能让你尊重的丈夫，让孩子们骄傲的父亲。这一别也许1年、2年，但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珍重。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吴总，我明天就去自首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除了家人，我就跟这些钢铁最亲了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是什么让你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？我没有想明白。后来想，又是什么让我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？还是没大想明白。你要是问我，当初咱们一起去北边的时候，我会不会想到今天？我还真想不到。我刚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爽快、热情、有些仗义、一门心思想挣钱，将来可能是会干点事儿的女孩。没想到你能成为企业家，还这么厉害。我承认，当初升2钢竞标的时候，我一部分是为了生意，还有一部分是给你较劲。我明知道哪些设备有问题，哪些条款不合适，但我还是把合同签了。后来当我要把它过给你的时候，这些问题我都没说，我是不敢说，说了咱们就合不成。我一直在当缩头乌龟，一直在躲。我在躲什么呢？
人要是太自私了，对别人也是一种伤害。就像是卖苹果的，把烂的一小块放在下面，看不见，就全卖了。可那迟早还会烂的呀。就像我自己的那些烂账，早认，早解决，否则就会更烂。说白了是不敢面对。现在我清楚了，你有烂账吗？你没有烂账。记住，等我出来，你不许有烂账。徐半夏，给大哥个面子，等我出来那天来接我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个当老大哥的呀，干脆这个生意啊，大伙一块儿做。小许，你要非要去的话，就从我的份额里给你拨出5000吨，不就完了吗？大家损失的钱由我来补，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，这多不安全呐！小许啊，你能不能也来入一股？咱们大家再合作一把。在这些人当中，我的心眼儿还是偏向你的。你说你人缘有多差吧？啊？我们要不来，都没人来看你。老大，当年那事儿是我干的，理所应当，也应该我去认罪。小陈已经走了，这么多年，你也一直在给那些受害者赔偿，做的已经够多了。现在应该轮到我了。以前我一直认为，有些事情随着时间都会过去的。但其实是过不去的。那一大片大片黑色的油已经渗进了我的心里，怎么擦也擦不掉。一味的补偿，也没有办法让我这么心安理得的生活。我还是要面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，就当给自己一个交代。这么多年，每次都听你的，什么都听你的。但这一次，我也得对过去有个交代。我陪你一起去。来份糖炒栗子，好嘞。小心烫啊！多少钱啊？5块，一份5块。哎，好嘞，团长。拿着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折腾？
那怎么办？我就娶了一个爱折腾的老婆，我得认命。哎，你还记得吗？曾经在咱们最难的时候，觉得天都要塌下来，然后咱俩相互打气，说春天会来的。现在也一样。有空的时候帮我去看看我爸。放心吧。好嘞。首先，谢谢大家陪我经历了这么多。今天公司终于重回正轨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，很多人都会认为现在会是上市的最佳时机。但是在我心里，我觉得还不是时候。徐总，是不是又有什么变故？是良心的不安。那年我为了建堆场和码头，选中了一片滩涂，但是最终是以不正当的方式拿下来的。干这个事情是不得往上。这不是为我，是为大家。那时候我还年轻，不知道命运所有的馈赠，早已在暗中标下了价格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，但是我的内心一直受到强烈的谴责。我需要给因此而受到伤害的每一个家庭一个真诚的道歉，给自己一次忏悔的机会。公司未来要上市，我不希望因为我的过错而让公司的未来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。我觉得不管是个人、公司，还是一个大的企业，都要敢于承担责任，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，这样才能对他人和整个社会负责任，才会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。所以，我会去认罪自首。现在想起来，我堆雪人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。从前那个堆雪人的小孩，无惧无畏，星辰生花，星火燃烧。他烧光了所有的枯草，疯狂的梦想野蛮生长。他相信未来一天，
他的梦想总会实现。后来，小孩慢慢的长大了，他的梦想实现了，但是，他曾经做过的一些事，留下了伤痛的痕迹。他以为自己能像从前一样逃离，但走遍世界，他却发现无处可逃，坠入深渊，不得往生。现在小孩不仅长大了，他也成长了。他把过去折叠起来，收藏到记忆里。如果人生有可能胜利的话，并不是我们打赢了时间，而是我们终于和记忆和解了，把所有遗憾折叠起来收好，不妄想，也不再感到痛苦。就在这一刻，他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当下，坦然地面对未来。